这个男孩实在是太厉害了，靠着自制的竹筒陷阱，又抓到了好几斤大牛蛙。自从上次吃到了从田里抓来的牛蛙，哇哇鲜美的味道一直萦绕在自强的心头。今天他来到后山竹林中，准备砍几棵竹子回去，制作成更加高效的抓捕工具。在一声声劈砍声中，很快得到了3根笔直的竹竿，砍去尾部稍细部位。自强在附近扯了根藤条，绑好竹竿。自强扛起与之小小身形不成比例的重量，艰难地向着家里走去。看样子为了抓到牛蛙，他也是拼了，费了9牛2虎之力回到家中。接下来就该轮到奶奶上场了，沿着竹节将其裁切成一段段竹筒，每一个竹筒都只保留一端封闭，而自强在一旁给竹筒底部打洞，这样到时候有水进去也可以自然流出。这时奶奶已经劈好了竹片，正在制作一根根竹篾。她将竹篾编织成进口大出口小的收口，安装到竹筒中试了试，大小刚刚好。看着奶奶编织，自强很想搭把手，但他现在只有在一旁学习的份。可以看到他前几天因为抓小偷而裂开的小熊拖鞋也用棉线缝补上了。安装好所有竹筒，自强背起背篓，骑着自己心爱的自行车向着田里进发。两边的水田已不是前些日子稻浪翻滚的样子。自强停好车，下到田里寻找合适的地点。这种满是野草的小水沟里是牛蛙们最喜欢的藏身之地。于是自强放下背篓，用脚踢了踢草丛，想要驱赶出躲在里面的小虫子。到处都是的蚂蚱可以当作诱捕的饵料，可机灵的蚂蚱并不是那么好抓。扫了盐水田，里面正好有些田螺，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捞了一些回到背篓处，他取出了柴刀。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螺，还需要将它们都敲碎，这样激发出来的腥味能更加吸引牛蛙到来。而到锥形的入口，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。沿着水沟底部放好竹筒，尽量地还原了下四周的环境。自强隔开一段距离，劈开杂草，刚取出竹筒准备放下，发现这个怎么是一个两头通的，没办法，只好捡起饵，在边上摘了一片叶子团到一起，塞进竹筒给它堵上，重复了一遍之前的操作，将其安放好。就这样沿着水沟，自强将竹筒一个个放置好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他再操心了，只需要耐心的等待和一点小小的运气。自强骑着自行车返回家中，一宿过后，自强迎着朝阳回到了昨天放置陷阱的水沟旁，找到了位置。他翻开杂草，掏出了竹筒，水都从底下的孔洞中哗哗流出，取掉收口。果然心善的男孩运气都不会太差，这一个竹筒里就倒出了3、4只，真是大丰收啊！有一只还想着越狱，自强哪里会让他得逞，一个飞扑就将他抓了回来，还是放进网兜里保险一些。甚至还有只螃蟹被螺肉吸引落入陷阱，来都来了，自然是收入袋中，收好竹筒。他来到第2处位置，拿出来一看，不料昨天堵上的叶子掉了出来，里面的牛蛙直接跑光光。自强赶忙弯下腰寻找起来，可惜只抓回了一只。望着这只牛蛙，自强有点郁闷，拿它出了几下气，无奈地收入网兜中，拎起竹筒准备放到背篓中。但他怎么感觉这个重量不对劲，往里瞄了一眼，果然还有货。一顿猛抖之下，扯出了这只小机灵鬼，差点让他躲过一劫，真是一点也不乖。第3个筒子倒出来又有3只，这又让他开心了起来，继续将剩余的陷阱收完。又抓到了6、7只，收起所有东西，自强提着沉甸甸的收获回到了自行车旁，骑上车，欢快地向着家里骑去。看样子晚上又可以吃上他心心念念的牛蛙了。有了前几天的成功经验，自强这几天对搞野味有点上瘾。这不，他今天又求着奶奶一起在制作新的玩意，看着造型应该是一根根鱼竿。只见自强和奶奶都在认真地绑着细线，而后奶奶打开了一盒刚买的鱼钩，粗大的鱼钩一看就不是拿来钓小鱼的，看样子自强所图不小啊。整理好了所有鱼竿，天已经黑了下来，而这也正合他意，只有趁着夜色放下钓竿，才有可能抓到大货。
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头灯，自强出了家门，打着头灯钻进了荒野，来到河边。这里还有一户人家在，本想和主人打个招呼，但似乎并不在家。自强查看了水里情况，就来到一堆荒草丛中，清理干净场地，就对着地面刨了起来，翻找出一些大蚯蚓，这是要拿来做饵料的，给鱼钩挂上蚯蚓，就近就将饵抛入水中，鱼竿则放在岸边，挑好位置，将鱼竿一一安插好。自强背着空背篓，在四下无人的野外踏上归途。第二天，自强带着网兜回到了这里，穿过草丛，他提起昨晚上放的鱼竿，是个不错的开局，开心地收入背篓，收起全部的鱼竿，几乎每一竿上都挂着鱼。到底是运气爆棚呢，还是道具组立大功，这个就不好说了。收拾好今天的收获，自强返回了村子，迎面就遇上了熟人大哥。他看到自强路过，好奇地询问带了什么回来，问他从哪搞来了这么多鱼。自强说是从边上的河里抓来的，搞得大哥都有点不自信了。毕竟他也偶尔去那钓鱼，可从来没有这么炸裂的效果。暗暗的只能想是方法不同的原因了，下次他也去试试。那么遇到了就买些走吧。可自强打算送给他，好说歹说，大哥付了钱给他，提走了2条鱼。自强在狗子的夹道欢迎中回到了家，和奶奶分享了今天的收获。鱼实在是太多了，都开始为中午吃哪条鱼发愁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希望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吧。老奶奶的酒鬼儿子又回来了，这次他想把自强赶走，好在奶奶护住了自强。今天自强跟着奶奶在地里干着活，一人拿着一把锄头，想要把地翻一遍，好种些红薯回去。那么在这之前需要把整块地的杂草除去，毕竟只是个小孩子。自强还没干2下，就摸起了地里的香料，问起奶奶这是什么。满足了好奇心，他刨起地来的速度都快了不少。而右边这2株香茅草看似野草，它也是当地的一种香料，不时做菜的时候都会放一些。草除的差不多了，自强提来背篓，里面装的正是今天要种的红薯藤。只见自强直接将其埋进了奶奶挖的坑里，也不知道这样种能不能活，可能这也是结合当地的气候，或者只是简单的想种点藤拿来喂猪，才有了这种与众不同的种植方式。奶奶在一边挖出坑，自强紧接着就埋入红薯藤，两人紧锣密鼓地干着活。而家里这边老奶奶的酒鬼儿子手里捏着个酒瓶子，一步3摇晃地在马路上走着，时不时还要喝上一口，让本就上头的他更加神志不清。来到家门前看了看没有关的门，他决定进去看看，迈着8字步打开了门。进了门就大呼小叫地找老奶奶，没有人的家里自然没有人回应他，他就自顾自地坐到了床上，可能是觉得有些热，干脆躺到地上凉快一下，真是烂人一个呀。这时自强他们已经种完了地，收拾好东西就准备回家，翻过简陋的篱笆，盖回用来遮挡的破板子。奶奶看了眼正在开花的木瓜树，示意手脚灵便的自强去摘一些，中午可以拿来做菜吃。自强二话没说，翻过别人家的牛棚，脱掉了雨靴，施展起他无师自通的爬树技能。来到顶端，扯下一束束花蕾，当然他也留了一些下来，这样这棵树今年还是能结果子的，而且仅剩的木瓜会比往年长得更大。下到树下，自强扛起锄头，跟着奶奶一起回家。回到家中，两人都没有发觉门是开着的，直到自强要走进屋子，看到地上躺着个人，吓了他一跳。他赶忙叫奶奶也来看看，这才看清原来是老奶奶的儿子，喝醉了酒躺在地上。奶奶看到这样的儿子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，上来问道：“你还回来干什么？”男人耍赖的说到：“这里是他家，为什么不能回来？”两人又是吵了一阵子，碰到这样的儿子也是太糟心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先将他拉起来，弄清醒了才好叫他走。自强不计前嫌的去倒了杯水给他喝，男人非但不领情，还问他：“你谁呀？怎么在我家？”奶奶说了句：“他是我孙子。”
似乎惹恼了这个醉鬼，他站起来就推着自强往外走，来到门口，一把将自强推出门外。自强疼倒是不疼，只是觉得自己好委屈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男人还不满意，提着背篓丢到了自强身旁，嘴里嚷嚷着叫自强滚，这里不是他的家。小自强听到这样伤人的话，哭得更加伤心了。年迈的奶奶也没有力气阻止这个醉鬼这么干，只能在一边说着：“你常年不着家，自强是如何的帮助自己。”男人听了这些，只觉得他啰嗦，拿起自强的衣服绕过自己的老母亲丢到地上。奶奶也是无奈呀，打又打不过，骂又骂不醒，眼见这又要欺负自强，只好和他说：“给你点钱，你快点滚。”男人听到有钱，立马就停了手。男人一把夺过奶奶包里的钱，奶奶见状也不和他争，赶紧赶走这个烂酒鬼才是最重要的。好在今天放在包里的钱只是积蓄的一小部分。奶奶带着自强回到屋内，坐在椅子上安抚起他，告诉他那个男人的话不要往心里去，奶奶还是喜欢你的。等到自强平复了心情，两人来到屋内坐下。自强查看起自己的脚，刚才那一阵子还是让他有点扭到脚。奶奶查看了下，取来药酒给自强擦上，左手也被男人拽得泛红。今天的事情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又泛起一丝涟漪，还是希望那个醉鬼儿子不要再回来了吧。这个男孩也太懂事了，为了照顾感冒的奶奶，他去河边抓了几条鱼，配合着粥喂给奶奶吃。在半个月之后的一个清晨，自强搀扶着奶奶从里屋走出，从时不时的咳嗽声我们可以得知，奶奶这是得了感冒。原本就体弱的他现在更是浑身无力，服侍着奶奶躺好。自强拿起地上的瓶子，里面装的是当地治疗感冒的偏方，据说非常有效。喂给奶奶喝了几瓶盖，他撕开了早上刚买的散热贴，虽然是儿童用的，但他也给奶奶贴上，希望发烧的奶奶能舒服一点。盖好被子，他来到里屋，打开冰箱看了看，生病了好几天的奶奶这几天一直在家里没有买菜，冰箱里已是空空如也。继续看了看锅中，也没有找到能吃的东西。自强想了想，背起背篓，和奶奶打了声招呼，就出了门，来到河边，穿过小河。本想进山采些山货的他，突然发现眼前的水坝里好像有鱼，这应该是附近的人趁着小河涨水前垒砌的。现在水已经退去，留下了一些跑不出去的鱼儿，那么决定就是你了，正好抓回家给奶奶补补。可惜没抓住，再次见到他，没想到和另一只跑到了一块，趁他不注意，就是一个虎扑。这回算是逮了个正着，鱼尾把扇起的水溅了他一脸。自强又开心又觉得有点好笑。正当他得意忘形的时候，一个没抓稳鱼儿重新掉进了水里，这真是乐极生悲啊。不过这也没事，这个水潭就这么大，总会再次抓住他的。一阵追逐过后，果然还是让他抓了起来，看着大小够他和奶奶两人吃一顿了。不过我们刚也看到了，这个水潭里可不止这一条鱼，自强自然是不会放过的。这只似乎比上一只更难抓，每扑上去总是两手空空，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让他快乐的。浑浊起来的水让他再难找到鱼儿的踪迹，瞎摸了一阵子，只好等清水慢慢流进来，再次看清了水下情况。这回倒好，没几下就将鱼儿牢牢抓在手中。考虑到奶奶还躺在病床上，虽然里面还有一些鱼，但今天就到这里吧。自强回到对岸，一路回到家中，奶奶仍然不见好转，来到里屋卸下背篓，自强换上拖鞋，拿了身干净的衣服，就端起鱼来到后院，先把鱼转移到脸盆中，来到厕所里换好衣服。自强拿起刀准备处理鱼，一条被夹在烤架上，另一条先放到冰箱里，改天再吃。而后他架好未烧完的柴火，在袅袅白烟中点燃了火塘。他也没急着烤鱼，而是在锅中放了点米，来到后院淘洗干净，放到灶台上煮起了粥，这才拿来烤架放到了一侧，利用火焰散发的余温慢慢烤熟这条大鱼。忙完了这边的活，自强来到奶奶身旁，轻声细语地问了下奶奶的状况。也许是今天下水抓鱼又吹了风，让他也感到有点不适，摸摸脑袋发觉也有点烫，虽然不是很严重，但还是让他感到大事不妙。
赶紧给自己也贴了张赞热帖。要是2个人都病倒，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了。回到火塘前查看了下煮着的粥，自强想拿起烤鱼换个面，没想到把手也被烧得滚烫，直接烫了他一手，于是只好用夹子将鱼换了个面。1刻钟后粥也好了。此时底下火塘里已是不见明火，只剩炭火散发着光芒，这样的温度正好拿来烤鱼，既能快速的烤熟，又不至于烧焦。就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就翻转一次，终于是在半个小时之后鱼也熟了。自强给自己和奶奶都盛好稠粥，而后取下烤鱼，剥开鱼皮就露出了里面鲜嫩的鱼肉，用勺子刮了肉放到碗中，直到整条鱼的肉都到了碗里。自强端起碗来到奶奶身边，贴心的继续将鱼肉捣碎，搅拌后和粥充分的混合在一起。他搀扶起奶奶，一勺一勺喂给虚弱的奶奶吃下。与此同时，别的像他这么大的孩子都在愉快地玩着耍。然而自强并没有怨言，体验过流浪生活的他比谁都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。尽管多数情况都是自强在照顾老奶奶，要是之前的生活和现在之间让他选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照顾下去。那么让我们祝福这对祖孙都尽快好起来吧。这个男孩也太懂事了，为了让奶奶的感冒早点好，他独自进山采了一些杨桃，售卖换来钱给奶奶买药。今天一大早，生病的奶奶依然躺在床上，自强背着背篓就出了门，来到深山之中，寻找起可以卖钱的山货。爬上山坡，他就见到一个掉在地上的果子，捡起来尝了尝，酸酸甜甜，很是可口。于是他脱掉胶鞋就爬上了杨桃树，也得亏了他瘦小的身形，让他在这根不算粗壮的树枝上可以站稳，调整了下背篓的位置，这样可以更加顺手地将摘到的果子丢进去。大多数的果实都生长在树枝顶端，这不得不让他向前更进一步。看着摇摇晃晃的树枝，不得不说还是蛮危险的。好在自强也没有再往上采摘，不然真的要踩断树枝掉下去了。而另一边更加健壮的树杈上长着更多的果子，那里才是更好的选择。矫健地爬上去，就开始了疯狂收割，只要够得着的统统收入背篓。有些难以摘到的，干脆折断树枝丢到地上，待会再来收果子。眼见着采得差不多了，自强收起背篓，沿着树干爬到地面，继续捡起掉在地上的杨桃。看着这棵树没多大，但这回在树上还剩了一些的情况下，整个背篓都快要装满了。自强也是见好就收，穿回鞋子，背起背篓就往家里赶。回到家中，先查看了下奶奶的状况，自强拿来摆摊要用得到的塑料袋，就继续出了门。随后找了一户相熟的人家前，就摆下了摊位，静静地等着顾客来买。第一个成交的是一位大哥，也没有讲价格，就付了钱给自强。正当他在盯着小钱钱发呆，小卖部老板过来买走了一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附近的村民络绎不绝地上前购买，最后一位绿帽子大哥包圆了他的货。原来他正是数次帮助过自强的那位，真是个好人呐。数了数钱，自强快马加鞭地收完东西，向着村子另一端走去。他来到一个药店门前，问老板买了些感冒药，就急匆匆地向着家里走去。回到家，自强将药和剩余的钱都放到了奶奶边上，顾不得休息，就倒了杯水，照顾着奶奶将药吃下，重新服侍着奶奶躺下，这才有空自己也喝口水。时间来到几天后，经过自强的精心照理，奶奶现在已经完全好了。今天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，自强和奶奶在屋内忙活着。只见地上摆着一枚没穿好线的鱼钩，自强捡起一根递给了奶奶，奶奶将鱼线绑在了一根较粗的主线上，每个鱼钩之间都间隔了相同距离。看着粗大的鱼钩款式，应该就是上次制作钓竿用到的那些，算是回收再利用了。这次的方法相当于上次的进化版，携带起来也会轻便许多，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
奶奶绑好了所有鱼线，为了不让这些绳子都缠到一起，奶奶选择将鱼钩卡到竹片之中，而后绑好两端。这样一来，放到背篓里也不需要再担心。而这时雨也已经停了，自强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出门。雨后朦胧的山间也是十分的漂亮。就这样一路来到小河边，自强下到河滩之中，望着对岸思索了一下，脱下拖鞋，光着脚就往对面走去。可以看到，看似不深的小河水也没过了自强的膝盖。他上到岸上，在河滩边上捡了根上游飘来的树枝，正好可以作为绑排钓的立柱。不过还需要再加工一下，对照了下河水的深度，自强将树枝砍成对应的高度，而后拿起一块大石头，来到了河水中央，确认好距离，就可以利用石块将木桩打入河床，足够牢固之后，他回到了岸上，取出带来的排钓，在岸边找了个稳固的老树根，将一头绑了上去。得益于之前整理好的鱼线，现在就要简单许多，把鱼钩一个个摘下，丢入水中即可。不得不说，他的目测还是很精准的，排钓的长度刚好够他绑在立柱上。接下来就该上饵了，他拿出家里带来的一袋子蚯蚓，仔细地穿在每个鱼钩之上。湍急的水流使得鱼钩漂浮在水面之上，不过这也无需担心，毕竟愿者上钩嘛。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，自强躲在石块后面，耐心地观察着是否有鱼上钩。可是左等右等也没见到鱼的影子，他无聊地玩起了地上的石头。可在等他抬头望去时，不知什么时候一只大黑鱼已然上钩，他赶紧拿起抄网，来到水里抄起这条大鱼，开心地收入背篓，给鱼钩补了个饵。自强继续回到大石头后等了起来，这回没用多少时间，一条大鲶鱼收入网中。时间缓缓地流逝，自强抓到的鱼也越来越多，甚至还抓到了一条巨型罗非，他也啧啧称奇起来。这应该是他抓到过的所有鱼之中最大的一条了吧？美滋滋地欣赏了一番，他这才发觉天色已是不早，赶紧把鱼丢到背篓里。待到他把排钓也收好，天也是彻底的黑透了。收拾好所有东西，自强摸黑向着家里走去。奶奶这个时候已经在门前等待了许久，有些着急，这孩子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？还好终于是盼到了自强归来，两人一起提着背篓进了屋。自强迫不及待地分享起今天抓到的大货。奶奶既是有些高兴，又有些生气地告诉自强，以后可不敢这么晚回家。男孩为了保护地里的木薯，和奶奶一起制作了捕鼠神器，果然抓到了好几只肥老鼠。时间来到几天后，自强独自走在山道上，他来到茂密的丛林之中，当地闷热的环境让走了一路的他有些口渴。正好这边有个小水潭，自强当即在边上摘了一片叶子，团到一起，舀了一瓢水喝下。这里已经没有其他路，干脆沿着这条小水沟往上走去。可以看到两边有着不少大野鱼，今天他就是来寻找这些拿来喂猪的。自强挑选一株看上去最大的，逐渐从外侧往里清理杂草，待到所有的野草都除去，我们才看到这棵大野芋有着巨大的根部，也不知道默默地在这山林中生长了多少年，反正不是人吃的。再老煮熟了喂猪也是一个样。自强沿着根茎3两下将其砍断，而后再分成小段方便携带。虽然地上还有一些，但这2节已是足够的重，还是量力而行比较好一些。背着沉重的背篓，自强小心地沿着小水沟回到山道上，一路回到村子，来到家门口。奶奶已是在外面等着，接过背篓，两人提着进了屋。奶奶拿出大野芋，接手剩下的活，给他削去表皮。自强拿起自己的拖鞋看了看，之前已经修补过一次的拖鞋，这次已经完全裂开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还勉强可以穿，来到后院换下雨靴。他回到了屋内，帮奶奶干起了活，切成丁的野芋头倒入锅中，还需要加点水，等着一会煮过了才能喂给猪吃。一方面可以让猪更加有食欲，另一方面煮熟的东西更易于猪消化吸收。两人在一起烧着火，自强说起了自己的烂拖鞋。奶奶示意还不如丢火里烧了，待会给他买双新的。自强还有些舍不得，觉得还能再抢救一下，于是奶奶告诉他可以用绳子先穿上对付一下。自强绑了一半，奶奶拿了过去帮其绑好，虽然能穿，但多少有点硌脚。搅拌了下猪食已经烧好，
两人合力抬着大锅来到后院，这还没喂呢，大黑猪已经闻到了香味，提着混合好泔水的桶来到猪圈前，就交给了吃嘛嘛香的大黑猪。自强喜爱地摸了摸猪背，心里却在想着什么时候能吃上大肥肉。黑猪没来由的脊背发凉，抬头望了望自己的小主人，还是不想那么多了。生而为猪的他还是吃饭要紧，玩闹够了。自强和奶奶回到后院，奶奶看了眼包中的钱，还是决定带自强去买双新拖鞋。两人来到村子里的小商店里，自强一眼就看中这双黄色的小拖鞋，是也不用时就叫奶奶付了钱。他当即换上了新的蜘蛛侠拖鞋，但破旧的小熊拖鞋他也舍不得丢，放到口袋中提在手里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朋友，喊了一声叫他看看自己的新拖鞋，还让小男孩也试穿了一下，像极了得到新宝贝和朋友炫耀的样子。小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么单纯简单，至少此刻的他是幸福的。第二天上午，自强出现在田野之中，来到了自家木薯地前，他打算挖一些回去吃，随意地挑了一根就砍掉了他的茎杆，没想到第二根一砍就断，还砸到了脑袋，丢掉了杆子。他发现不远处有个奇怪的坑，上前查看了下，发现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刨开了地面，将木薯吃了一半。看了看地面也没有野猪脚印，而且观察了下上面残留的牙印，都是细细的小小颗，那一定是老鼠没错了。继续向前查探，这里也有被啃了一半的木薯根，这老鼠实在是太可恶了。后面还有一株受害的木薯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得想个办法让这些老鼠付出代价。于是他钻出木薯地，背起背篓就向远处走去。来到一丛竹子旁，他想到奶奶经常用竹子给他做各种抓鱼的工具，那么做个抓老鼠的应该也不在话下。不管怎么说，先砍一根回去再说。处理完竹子，自强扛着他穿过坡地，回到了家中。奶奶已经在煮着饭。自强和奶奶说起了木薯地里的情况，一定要想个办法治一治这些猖狂的老鼠。奶奶自然是无不答应，告诉他今天一定做个厉害的东西出来。只见奶奶先将竹子沿着竹节砍成了3段，而后将最长的部分对半破开，制作成一些竹片，接着拿来一根更细的竹竿，先在一面开出一个槽口，另一面也是如法炮制，这样就可以在里面塞入2片竹片。奶奶示意了下这个机关的工作原理，有老鼠跑进来，上面的竹片就下落，夹住触发机关的一切东西。那么接下来就该为陷阱加上动力部件。奶奶也不用思考，凭借着丰富的经验，在竹竿上又开了个小洞，插了根竹片进去，随后用竹篾捆绑好2片形似铡刀的竹片，继续在上方开了个洞，让自强抓牢，将竹篾穿过这个小洞，从顶端拉出。奶奶拿起一旁的长竹片，一端卡在底部的凹槽上，另一端用力弯折后用竹篾绑紧，形成一个类似弓箭的造型，这样弯曲竹片所需的力就能很好的将铡片压紧。自强试了试，果然效果非常好。至于怎么出发，奶奶早已想好。只见她削了一根细竹块，插入到机关之中，最后用绳子绑住一根小棍，使其卡在竹块与顶部铡片之间，只要轻轻一碰，咔的一声，2片竹片就会合紧，定叫那些老鼠有来无回。之后奶奶按照相同的方法又制作了2个机关。打扫完院内的杂物，两人提着新鲜出炉的陷阱来到了木薯地里。自强拿着被啃过的木薯给奶奶看了下，一顿分析觉得这里一定是老鼠的必经之路，奶奶也觉得在理。于是两人带着机关钻进了木薯地中，奶奶教着自强安装了一遍，接下来分别由自强在另外2个位置放好陷阱。相信晚上一定有这些可恶的老鼠好果子吃。第二天一早，奶奶就带着自强回来查看陷阱的情况，跑过去看了下摆在边缘的位置，结果并没有触发机关。自强难免有些失望，当他看到第2个时，立马就惊呼了出来，看来是逮到了。只见一只大老鼠被死死地夹在竹片之间，不知什么时候中的招，如同上了断头台，早已没了动静。看样子不仅是越南的鱼比较大，连老鼠也是硕大无比，估计连猫见了都要害怕。将老鼠装进背篓，奶奶重新将机关设置好，
自强来到第3个陷阱处，不出意外也是有货，看着体型应该是一家子。这样也好，也算是让他们在下面团聚了。两人来到木薯地外，商量着怎么处理这2只大老鼠，想了想还是埋了吧。虽然看着挺肥，但当地也不兴吃这玩意，就近在自家玉米地里刨了个坑，将2只安详的老鼠埋了进去，算是给这片地施有积肥了。这也是他们能做的最后的贡献了。